美国援乌 RFATDS 火炮控制系统大幅增加乌军炮兵作战实力。从美国的消息来看，这次一共准备89套 RFATDS 系统，给乌克兰18套，给拉脱维亚55套，剩下的16套则是出售给台湾。不得不说，美国援乌的武器不仅多，而且都很给力。乌军当前的炮兵实力不弱，毕竟北约好兄弟援助了不少火炮、火箭炮。但是跟北约的正式作战部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火控系统。北约援助的武器五花八门，不是一家的。虽然火控也不错，精度、自动化程度比俄军强，但是缺少了一个大哥，没办法发挥这些火炮的全部实力。但是现在他来了。现代战争战机和火箭炮是作战的先锋，但是大规模的陆地战和有限距离内的海岛作战，炮兵永远都是战争的主角。美国给乌克兰和台湾准备 RFATDS 系统，可以大幅度加强二者的炮兵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优势。RFATDS 系统是美国先进野战炮兵作战系统的国际出口版本，从1995年开始就在美国服役了，不是什么实验性装备，性能可以保障。作为美国21世纪野战炮兵部队的火力支援系统， RFATDS 系统有很多优势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炮兵射击指挥系统，属于是一个炮兵部队的自动控制体系。 RFATDS 系统可以建立感知战场态势，通过计算机的计算提供攻击目标的先后顺序，然后让火炮对预定目标展开攻击。用游戏的术语来讲，相当于打架开了上帝视角，预判了敌方的下一步计划，然后以此为基础选择一个最佳的选择。重点是它还不会犯错。RFATDS 系统是一个特殊的计算机军事网络，通过无线电通信通道与终端连接，不会受到电子战的干扰。炮兵和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受到攻击命令之后，只需要将目标的坐标位置输入系统就行，随后计算机会自动计算出最佳的攻击位置和撤退路线，还会考虑避免遭到敌方无人机和炮兵的反击。RFATDS 本质上就是一种软件支持系统，抵达乌克兰之后，可以进一步提高海马斯的精确度、效率和杀伤链速度，并且还可以为其他火力单位提供规划、协调、控制，而且它的互通性也很强。美国跟盟友协同作战时， RFATDS 系统还能与盟友的火力支援系统互通互联，比如德国的阿德勒、英国的贝茨、法国的阿特拉斯等炮兵系统。这对于当前的乌克兰来讲，可以说是最适合的装备。毕竟北约的军援五花八门，火炮系统也如此，就缺这样一个能挑大梁的大哥，把战场前线和后方的所有操作员组合在一个系统中，指挥官可以立刻做出最好的决策，加上还有计算机帮忙，打赢一场局部战争轻轻松松。各位认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部队、导弹、情报的总数，还是火炮的数量？都不是，而是指挥官与责任区所有单位进行单一互动协商的能力，其可以在特定时间点摧毁某些目标，确保其部队的最佳机动性，可以对资源合理利用，并且通过新的情报来确定新的战术。现在已经不是一战、二战那会儿了，谁火力猛谁就是大哥。在精确打击能力以及情报优势的加持下，单刀直入也不是不可能。最典型的就是海马斯，射程之内就是我的地盘，看见一个揍一个，这也是当前战争的本质。现代战争不是人的战线，而是传感器的战线，也就是信息战。传感器提供的观察、数据传输和目标定位比人更准确，士兵的作战能力就取决于这些情报。而 RFATDS 系统可以理解为将这些情报做了一个总结，在接收到敌方炮兵位置以及己方和临近部队的数据之后，就可以立刻显示在指挥管的屏幕，等于说 RFATDS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火力支援部队，实现战术机动并提出作战计划，完成作战任务。当然，开炮之后能不能跑也是重点，也就是改变发射阵地，这点也不用担心。海马斯、M270、PZH2000、凯撒这种明星装备都有自动火控系统，
可以与 IFADTS 集成。在收到屏幕上摧毁目标的命令后，指挥官只需要一键输入参数，计算机可以计算出最佳射击位置以及最佳的出动和撤退路线，完全可以规避俄罗斯的回击和无人机的攻击。等到乌军的炮兵全数北约化之后， IFADTS 就是最有效的系统。当然，美国援乌 IFADTS 主要还是跟海马斯做配套。IFADTS 与海马斯自带的火控系统相结合，可以让整个战局变得立体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抵达乌克兰了。从美国的计划来看，对乌军的培训和采购是一起进行的，大概未来3个月之内就能抵达前线。如果培训早就开始了，那么这个时间还能提前。除此之外，按照洛马公司的说法，他们2022年一共生产了大约1万枚海马斯弹药。但是根据美国2023财年军事预算来看，洛马要在未来5年内生产10.6万枚海马斯弹药，所以今年的海马斯弹药会更多。弹药不缺，火炮系统更强，俄军的日子更难过了。但是偏偏没什么办法，俄罗斯在电子系统这方面跟北约有不少的差距，并没有类似 IFADTS 的系统。乌军的优势是俄军无法复制的。同时，弹药这方面也是个问题，乌军的精确弹药增多，俄军用的反而变成了铁疙瘩，双方的差距一下就出现了。当然，在 IFADTS 抵达乌军之前，乌军炮兵一样占据优势。乌俄双方在炮兵这方面简直是两个极端。目前，乌军2个游动炮兵群基本上都处于状态，可以自己决定开火以及更换发射阵地的时机，毕竟情报有优势。乌军由北约的太空侦察以及空中侦察为炮兵指挥所提供情报，加上反炮兵雷达小分队，说直白点，乌军炮兵周边有什么都是一清二楚，而且情报都是实时传输。凭借着侦察能力，乌军炮兵群的开火反应时间为50到90秒，加上炮弹的必要飞行时间，比如 M777 榴弹炮大约是60到90秒。这也意味着俄军目标被乌军发现后，在2到3分钟之后就会遭到火力打击。所以我们可以认为，乌军炮兵具备精确、高效、生存力强等优点，这也是现代火炮的用法。而俄军则与此完全不同。俄军在乌俄战争中的看法是，火力猛就行，火力越猛，防御进攻和反炮兵作战就越有效。现在还出了一个火炮齐射重量的说法，可以理解为火炮部队火力数量与质量的结合。数量火力均承认，俄罗斯好歹还是苏联的第一继承人，火炮库存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批，数量接近5000门。陆军师改旅虽然废了，但库存里的火炮拿出来修修就能用。不过这个质量有没有就不好说了。就俄乌战场的情况来看，俄军炮兵的推进速度很慢，而且有可能第一线单位已经和乌军交战了，后面支援的重型火炮还在射程之外，或者是缺乏弹药。没办法，后勤不行。因为北约的制裁，俄军精确制导炮弹或火箭已经不够用了，军工厂的产出完全补不上战场的窟窿。同时，俄罗斯战场综合领导能力很差，而且缺乏统筹配合，炮兵不够聚集。一个是情报逊色，最直接的一个问题，在俄军发现乌军的火炮之前，可能就已经挨揍了。俄军的精确定位能力也不如乌军。另一个就是营级战斗群本身的问题，各自为战，聚不到一起。这也是为什么俄军追求火力猛，只要铁疙瘩炮弹的数量够多，就完全不用担心精度以及士兵分散的问题。而现在的乌俄战场，乌克兰的炮兵依靠在自家领土作战的内线防御及主场优势，利用雷达、无人机、特战部队接收北约情报，标定俄方目标位置，随后使用海马斯或者北约援助的高精度火炮重创俄军高价值目标。乌军唯一的问题就是火炮维护这方面了。北约援助的武器种类太多了，法国的凯撒、意大利 FH70 以及美国 M777 榴弹炮等等。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，光是定期维保与提供备件就很困难，作战运用超出了维保能力上限。如果坏了，还要送到波兰维修，会影响乌军在战场上的火力。总的来说，乌军每个炮兵群和火力指挥所都配备了自动化火控系统。而 IFADTS 系统可以统一乌军的炮兵群，并且在几秒钟计算出火炮射击的最佳情况，可以大幅度提高乌军炮兵的实力。
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可以区分近、中、远3个作战区域，逐个击破敌方远程火炮。加上信息的统一，完全可以将其称为反击俄罗斯战争中的炮兵连革命。我们将看到一场传感器层面的超级科技大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IFADTS 系统对乌军而言还有哪些优势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